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如何让子女100%孝顺？这是一个所有人都绕不开的话题。今天呢，我就教你2个100%让儿女孝顺您的绝招。看到最后啊，肯定会颠覆您的认知。这孝顺父母可以说呀，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到老年呀，都希望儿女都能孝顺自己。但是呢，现实中有的老人老了，却得不到子女的孝顺。在我们村里啊，有些老人不仅得不到子女的孝顺，甚至还有一些儿女千方百计的挖空心思，把老人的养老钱都给拿走。这俗话说得好，养有贵乳之恩，鸭呢有反哺之意。孝顺还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这以前呀都说养儿防老，但是现在看来，养儿真的不一定是100%的能够防老。可以说呀，养老是我们一个所有人都绕不开的话题。有的朋友啊，听到我前面一开头说2个绝招，可以让子女100%的孝顺，这心里可能就会说，我老了，靠自己不靠儿女。那我想跟您说呀，您现在的身体倍儿棒，身体硬朗，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当然有底气说不需要儿女去孝顺。但是呢，等你到了70、80岁，腿脚不利索了，万一有一天呢，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到时候不依靠子女，还依靠谁呢？那先不管咱们以后的身体健康与否，那怎么才能让儿女100%的孝顺呢？今天我就教您2个100%让儿女孝顺您的绝招儿。今天的视频可能会有点长，但是无论您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都希望您能够认真的看完这条视频，看到最后肯定会让你颠覆您的认知。也许有些年轻的朋友可能会说，我孩子现在还小，现在每天我都教育孩子，等我老了要孝顺我现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钱都花在你们身上了，等我们年纪大了，你们要对我好。我想跟你说呀，您真的以为这样教育孩子，等孩子长大以后，他会对你孝顺吗？也许我讲错了，但如果你现在把子女孝顺的希望寄托在孩子将来长大了对你孝顺的基础上，我想问你，到现在为止，你吃过几次子女给你做的饭？喝过几次子女给你端的茶？平时生病的时候，子女嘘寒问暖过你几次？这些小事啊，平时孩子都做不到，你还期望孩子长大了还会孝敬你吗？做梦！所以清醒一下，你可以相信人，但千万不要相信人性。你期盼用自己对子女的付出得到对等的回报，但是实质情况能办到吗？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从小的时候父母疼，我们也是像现在我们疼子女的时候那样，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但是等我们长大成家生子后，平时陪伴自己爱人和孩子的时间，却远远的大于我们陪伴父母的时间。在自己爱人和孩子身上投入的爱，也远远大于在父母身上投入的爱。这样一想，你不就全明白了吗？我们的孩子将来也要长大，也要结婚生子，他们爱自己的爱人和孩子的程度一定会比爱自己的父母要多。我的话说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不服气的，你说的不对，我就爱我自己的父母，比爱我的爱人和孩子要多。那么我要说，你爱父母不假，但是因为你父母的身体现在还很健康，如果生活不能自理了，久病床前往往是无孝子的，那个时候你还会这样说话吗？另外，爱自己的父母比爱自己的爱人更多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家庭婚姻生活有几个能是幸福的？在家庭婚姻生活中，爱人的地位永远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孩子和父母。颠倒这个位置，家庭生活能够和谐的，到目前为止我是没见过几个。接下来我说的2个绝招儿，请您一定要记好了，再让子女孝顺自己。这一点上，我们就需要跟古人来学习一下了。
在中国的古代，每一个大家族都有一个族长，每个朝代也都会有一个皇帝。这些家族族长也罢，古代的皇帝也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掌权后一直到死去为止，才会换接班人。你们会发现，老族长和老皇帝说的话，没人不敢听，特别是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老族长或者是老皇帝手里掌握着整个家族或者是整个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支配权。就算他提前选定了接班人，接班人不到掌权的那一天，都一直处于考验期。一旦继承人出现任何问题，直接就有被废除的可能性。这个例子就是说明，当你老了以后，你的工资、房子、一切的财产，那是越多越好。在你没有驾鹤西游之前，你的财产千万不要分给子女，一定要记住了，一定要把你的财产放在您的把控范围之内。那么你的子女就会为了得到你的财产，他就会想方设法100%的对你非常的孝顺。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明了。因为如果你年纪大了，子女们万一不孝顺的话，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财产全部的捐出去，或者你自己直接的去养老院养老。因为你有钱，这些钱你自己可以说了算，或者是哪个子女对你好，你就把财产多分给那个子女，先提前立好遗嘱，这样子女就会争先恐后的来孝敬你。那时你也别计较他们是为了你的钱财孝敬你，还是真心真意的孝敬你了。因为自古以来，明白人从来不考虑过程，只考虑结果。这样一来，让子女孝顺你的目的就达到了。反之，如果在你没有驾鹤西游之前就把全部的财产都分给子女的话，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告诉你，在你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是否遭罪，那就是未知数了。不信你可以看一下你身边子女不孝顺父母的例子，你就会明白了。你的财产在没有分给子女之前，你在子女的心目中就是个财神爷。分给子女之后，老了不能动了，需要子女孝顺的时候，你在他们心目中可能就是一个瘟神。以上这是第一招，只要你手里握有财产，自己掌握财产的支配权，按我说的做法去做，子女们肯定100%会对你孝顺。视频看到这里，已经把财产分给子女的老年朋友可能就会说了，你不早拍这个视频，让我早点儿知道这些道理。好了，现在房子和钱都给了子女，也要不回来了，我现在就开始后悔。甚至还有些老年朋友子女多，一辈子为了子女可以说是操劳了大半生，供子女上学，给孩子成家立业，买房买车等，把子女们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回头一看，自己已经60、70岁了，而且自己一辈子还没有攒下什么财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保证孩子还一定能够孝顺自己？下面我就告诉您，这第二个绝招，这部分老年朋友一定要记住了。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父母在，人生尚有来路，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到了老年，如果一生没有攒下财产的话，那老年朋友们就要利用好我上面说到的这一句话。这句话就体现了您的价值。父母和子女之间不单单是血缘的关系，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人一方面是物质的产物，另一方面是精神的产物。人的精神是需要归属感，人的灵魂需要一个港湾，而这个港湾就是人心里最原始的家。这个家不是子女成家后的小家，而是父母给他精神归属意义上的家。一个人在外面混得落魄了，他会想家，他会想爸妈。一个人在外面混得飞黄腾达了，会消耗他非常多的精力。这个时候，他身心会疲惫，会想家，会想爸妈。所以父母最大的价值就是子女精神方面的这样一个的港湾。这是你打给子女最后的一张王牌。
千万不要把一手好牌再打废了。无论你的子女在外面混得好也罢，差也罢，当他们回来看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再在他面前唠叨你的苦，唠叨你生活的不容易，净唠叨一些负面信息。这个时候，你唠叨你的不开心、不如意的时候，你可记得你有多久没再拉过你孩子的手啦？你有多久没有再把你的孩子抱在怀里，拍拍他的后背，给他安慰了？你有多久没问过孩子，你的生活累吗？你生活开心吗？有什么话和爸爸妈妈说说。如果你在和子女的相处中，还把子女当成那个没有长大的孩子，还是他的精神家园，还是他在外面受伤了、累了，能够回来避风的港湾，还是他情感深处愿意倾诉的那个对象，能帮他们找到身心的归属感，那你的价值不就体现出来了吗？这样你的子女不就离不开你了吗？你说他能不孝顺你吗？视频看到这，我想和荧屏前的您说，如果您是一个年轻人，一定要孝顺父母，因为父母年轻时为我们操劳一生不容易。我们孝顺父母，就算不图父母的财产，父母年纪大了，最终财产也是我们的。那个时候我们享受父母的恩惠，也享受得心安理得。如果不孝顺父母，年纪大了，财产给不给我们还另一说。另外，父母年纪大了，就算把财产给我们，因为自己不孝顺，自己享受着也不能心安理得。同时，身边的人也会在背后戳你的脊梁骨，你说是吗？如果你是老人，今天看了我的视频，那请您一定要记住了，如果自己有财产，那自己的一切财产一定要在自己的掌控之内。你手里掌握着财产，你的子女就会对你100%的孝顺。如果你没有财产，那就要用好你给子女们带来的精神归属感这张王牌。平时呢，注意保养好自己的身体，这身体健健康康的，和子女们沟通交流的时候，也别唠叨太多自己的不容易，多关心一下孩子的精神层面的问题，给子女一个精神停靠的港湾，给子女们身心一个家，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让子女们在外面无论是混得好也罢，混得差也罢，都想和您说说话，诉诉苦。因为只有在您这里才能够得到爸妈这样的安慰和宁静，这样您的子女无论是混得好还是混得差，也都会孝顺您到老的。因为您有价值，您只要不断的持续的输出价值，子女们怎么可能不孝顺您呢？大家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请给自己的孩子们做个好榜样。你现在怎么对待自己的父母，也许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树欲静而风不息，别等子欲养而亲不在。请给父母多点关爱，多一点关心。也祝愿天下父母都能有一个快乐幸福的晚年生活。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